19号当天下午，环球网再次公布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令人在目瞪口呆的同时，也不禁怒火中烧。原因很简单，一架美国C130运输机在当天中午降落在了岛内的桃园机场，并且停留了足足1个小时。在停留的时间中，还数次从运输机上搬运下来一些装载在木箱内的神秘包裹，以及一些红色帆布袋子。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这个袋子里和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但是单从美国在仅隔4天的时间里2次登上台岛的动作来说，这包裹不会简单到哪里去。甚至在美军第2次登岛的时候，中国就有言在先，美国切勿玩火，停止挑衅行为，并且还用大范围实际武器训练来隐晦地告诉美国，中国完全可以和美对战。而如今美国却无视中方的警告，再次用 C130 登台运送包裹，这其中不乏有运送的是军事武器、机密等等一些危害中国主权利益的东西。另外，从美国的所作所为中，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来，美国已经不记得当年的教训，中国必须要再次提醒美国。想当年中国说不许美国过38线，不然中国闭管到底，但是美国没听，结果就是美国过线了，却损失了几10万人。之后在越南战争的时候，中国一句话撂下美国不许过北纬17度线，结果美国就老老实实的不越雷池一步。但是现在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中国红线上蹦跶，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美国该不该打？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局座张召忠早就有言在先，打。在中国的领空内，只要美国敢来，中国不需要警告，直接打下来再说。从首次6月6号美国3名议员乘坐战略运输机飞抵台湾，到第2次7月15号 C146A 战术运输机运送所谓的驻台办处长私人物品，以及第3次7月19号再次登台，中间间隔的时间来看，美国这绝对是皮痒了。台岛作为中国固有领土，台岛不管土地还是领空都属于中国，所以美国如今完全不和中国打招呼就降落台岛，就是在入侵中国领空。对此怎可不打？此前复旦教授张维维也提过一点，笔者觉得就很对，中国应该向俄罗斯学习，用美国能够听懂的语言和美国沟通，而这个语言很显然就是武力行动了。毕竟这几次美军机窜访台岛一事，中国都仅仅是以口头警告或者委婉的动作提醒，结果美国却当自己眼盲，愣是看不见。既然如此，中国何必再等？必须要给美国一个切身的疼痛，才能制止如今无止境的挑衅行为。就像国人说的，对付这种国家，拳头才是硬道理。19日上午8点19分，在我国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圆满地完成了又一次的发射任务，让人再一次感慨，不愧是金牌火箭。而这次经由丙运载火箭发射的是遥感30号系列卫星10组的最后一组卫星，这一次也代表了这个阶段已经圆满收官了。在这令人十分高兴的时候，美国却又再次出来挑事。当天中午10分，美国一架 C130 运输机再次没有和中国打招呼，就降落在台岛的桃园机场，并且还运送了一些包装严实的包裹。虽然不知道这包裹到底是什么，但是不管是什么，也无法阻挡这件事再次引爆国人的情绪。要知道，美国运输机上一次登台还是在4天前，这是什么概念？在中国严正警告美国后，美国依然在短时间内接连登台，这是要和中国开战。在这个时候，就不由让人看见了遥感30号系列卫星全部发射太空的好处了。就像国人说的，这足以成为克制美国的又一杀器。美国这次挑衅说不定就正撞枪口上了。遥感30号10组卫星，也就是刚刚上太空的这组卫星，有2个重点信息。其一，这组卫星是采用多星组网模式开展工作的，主要是做电磁环境探测以及相关技术验证。电磁环境探测是什么？想来不少人都有一个较为浅显的理解，那就是可以在卫星辐射范围之内找到所有磁场环境的物体。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深海中的潜艇如果在卫星正好辐射的范围中，也是能够被探测到的。这对于美国的潜艇来说，无疑是让其生存能力大打折扣，而对于我国来说，却无疑是顺风耳和千里眼。其二，整个卫星组是在4年时间内全部送上太空的，而且在今年更是极为密集的发射，还创下了年度发射记录，间隔时间从12天已经调整到了9天。而如今美国在台海的种种动作，都让本就紧张的台海局势、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因为从美国开始不顾中国的警告，一而再再而三的触及中国的红线，就已经让中美冲突变得一触即发。从这一点来说，遥感30号的加速发射，这背后说不定就另有深意。不过不管如何，如今遥感30号卫星网的组建成功，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在胜利的一方占据了更多的筹码。有国人就提到过，吉林1号找到美国航母，遥感30号找到美国潜艇，刚刚好。当然必须要说的是，这些卫星的本质功
工作并不是什么找美国的航母潜艇之类的哟，他们的主要工作还是用在农业领域，例如产值评估、国土普查、资源探测、海洋测绘等等一系列的作用，就不详细列出来了。最后虽然有主职，但是不务正业的事儿，这些卫星们也没少做。对于这个感兴趣的，可以去搜搜看吉林1号曾经的丰功伟绩。不过必须提醒一句，要问这个卫星能做啥，一个防虫减灾就能很好的形容了。说起无人机技术，必定有我国的一席之地。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大力发展，不少分析人士开始认为，未来的无人机将是现代战场规则的改变者。毫无疑问，其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基于这一点，在无人机研制和运用上抢先世界一步的中国占据了有力优势。目前，中国无人机俨然成为了中国对外军火销售的一张王牌名片。但是人们最担心的事情似乎发生了，在中国无人机远销海外的时候，难免会有人担心我国的无人机技术会外泄。目前，印度媒体似乎就在内涵巴基斯坦，称其有可能为了得到土耳其的无人机，而向土耳其泄露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印度方面表示，目前巴基斯坦方面正在寻求从土耳其购买先进的武装无人机，特别是在去年亚阿战场上名噪一时的 TB2 无人机。从这一角度来看，巴基斯坦想要购买土耳其这一无人机确实是情理之中。另外，基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亲密的合作关系来看，土耳其将无人机出售给巴基斯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印度防务专家们却认为这事儿并没有这么简单，其表示土耳其愿不愿意出售先进无人机，取决于巴方能够给予多少回报。印度专家认为，土耳其想要通过巴基斯坦之手获得中国先进无人机的战斗机系统以及导弹技术，但是巴铁会这么做吗？印度专家抛出这样的猜测，又是什么居心呢？随后文章给出了解答，无论是巴土关系增长还是中巴友好合作，对于印度而言都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一旦巴基斯坦获得了土耳其的先进无人机，那么将会大大增强巴基斯坦的打击能力。而如若巴基斯坦真的获得了土耳其无人机，那么此时印度方面的猜想无疑是提前为中巴埋好了一颗定时炸弹。抛开巴基斯坦会不会出卖中国这一点，印度的这番言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其为土巴、中巴设下的一场局，希望借此来挑拨这三方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阴谋在巴基斯坦最新表态之后全都破碎。巴基斯坦总理再次重申，中巴是铁一样的友谊，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警告一切想要挑拨的人，巴基斯坦不允许任何敌对势力破坏中巴兄弟般的关系。据环球网消息，近日澳大利亚宣称，在护身军刀21军演的附近海域，再次发现一艘中国的情报船，这是在护身军刀21军演正式开始后出现的第2艘。也就是说，如今澳大利亚附近海域上有2艘中国的情报船。之前在护身军刀21联合军演正式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情报船就已经出现在了军演附近的海域上。当时，澳大利亚媒体以及不少其他外媒纷纷开始炒作，说这是中国在监视美澳的联合军演。好家伙，这些人但凡多吃几粒花生米，也不至于醉成这样。当初中国军演，美国天天派侦察机、驱逐舰、侦察船等各类型的海军装备，纷纷到中国附近海域进行搜查资料，中国还不是照样稳稳当当地进行着军演吗？美国军舰直接闯入中国军舰编队内部就是证据。既然美澳认为中国会对美澳军演做些什么，那么中国不做岂不是亏大了？中国干脆利落地让美澳说啥来啥，得偿所愿，又派了一艘情报船到澳大利亚附近海域。对此，美澳的反应就很直接了，只能暗搓搓地说，虽然中国的行动未违反国际法，但是由于是历史上的首次打破了记录，所以这2艘情报船同时现身澳海域，或许也意味着不同寻常的信号。护身军刀21演习是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新西兰、韩国以及印度和印尼等9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军演举办的还是挺大的，时间跨度也有半个月，从7月15号到7月31号。最开始虽然是依托美澳联合军演，但是随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动作，以及不断邀请盟友加入，意图遏制中国发展之后，这个军演的目的就不再是纯粹的了。就像是澳媒说的，军演是为了针对中国，试图用军事实力威胁中国服从美国安排的剧本。不过美澳必须清楚，中国的发展道路绝对不容外人指手画脚，也绝对不可能停下脚步，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对于美澳频繁的挑衅行为，中国不会视而不见。如今局势越来越严重，中国必将全军警戒。到最后，美澳前脚说护身军刀是对华发出危险信号，紧接着中国就来了，这也正代表了中国态度的转变。虽然有国人安慰澳媒，表示不用紧张，只是简单的自由航行而已，但是在必要时刻，简单的自由航行必将变成致命尖刀。对此，希望澳大利亚能够谨记在心。美国最近不断地对中国发出战争信号，澳大利亚最好不要过多涉足，不然中国必定接连澳大利亚一块儿收拾。